第一个的话会造成车内会闻到汽油味，第二个会有火烧车的风险。看到这油灯晃得很厉害，这个问题就是有一辆福桶里面生锈了所以它造成接触不良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好，我是张大哥。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新竹来的 W126铁灰色的300 SEL 的分油盘回装引擎测试。这部车子它的分油盘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分油盘好干净、好漂亮，因为外表大哥都经过喷砂处理。那内装的话，它里面的内部的问题呢，是发生在大油道堵塞。1分钟在大哥机台上面的出油量应该要在170，那它大概都出在140非常平均，代表大油道堵塞。那大油道堵塞的话，会造成行进当中的供氧量会不足，稀薄燃烧，引擎会产生高温，那车子爬坡的时候没力。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总体供油不足所造成的。大哥已经把它处理好了。我们看到它的数据非常漂亮，而且非常稳，非常平均。再来它的6支喷油嘴，大哥经过整修，经过清洗给厂商清洗过之后呢，是 OK 的没有问题。所以喷油嘴并没有换新，我直接做清洗就 OK 了。再来它的火星塞的部分，它火星塞它用错了型号了，因为正确型号应该是 W7DC 我们看到这边是 W7DC， 也就是没有电阻的。那没有电阻的，现在火星塞已经买不到了，因为现在的车子都没有高压线。没有高压线的时候呢，因为高压线本身是有电阻的。高压线的电阻一般来讲都是在1K 到2K 之间。我们来看看，这个高压线的电阻，这个是Bosch 的原厂的1K 欧姆我们看到这边1K 欧姆所以说高压线已经有加电阻，火星塞就不应该再加电阻，否则的话火花会太小。这部车火花测试 OK， 但是分电盘大哥没有拆下来整修。原则上我看它火花的状况跳火，火花跳火，火花够大没有问题。所以分电盘大哥没有经过没有整修。我们提到分油盘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一颗流量感知器它是油，这个第一个的话会造成车内会闻到汽油味，第二个会有火烧车的风险，过油了，所以大哥必须要更换。那这颗流量感知器呢？在市面上要买到新的，几乎很困难如果有的话，3年前的价钱都已经到1万3左右了。那大哥呢有
保留一些外汇的良品价钱就可以省掉不少。那至少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那至于说它这部车子呢，我们有整修的部分，就是后面它的汽油帮浦，汽油帮浦状况还好。那汽油滤芯大哥也没更换，汽油帮浦大哥没更换，大哥只更换那个蓄压器因为汽油帮浦外表看起来很旧，但是呢，从它的出力跟它的回流量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回流量，也就是说汽油帮浦从这边打进来从这边流回去。如果汽油帮浦力道够油箱也没有堵塞，那它回流量1分钟要流回去，油箱应该要2公升以上。那它的数据有到2公升，那汽油帮浦压力也够，油箱没有堵塞所以说大哥没有更换汽油帮浦跟滤芯，可以省掉一笔钱只更换蓄压器，因为它蓄压器严重漏油那再来我们来看看它这部车子来看看它这部车子首先它的座椅电动椅的部分本来这边的故障，那大哥已经整修好了上下左右都 OK 上下左右都 OK， 这里已经整修好了它的冷气是 OK 的所以冷气大哥没有处理。那它的后视镜是故障的，我们看到的后视镜开关在这里，它后视镜是故障的。这后视镜要找到好的后视镜现在很困难了，要找人家修理可能要花一笔钱这后视镜它是完全现在不作动了至于说它的全车的灯光大哥都已经更换成 LED 了，包含它的仪表我们看它仪表只有7万多，它仪表并没有长香菇，表示说这部车子它一直放在室内放在室内的环境放车环境非常好，没有潮湿，这个很难得。那大哥就要把灯光的部分改成 LED， 那看起来就很漂亮也很明亮，看起来不会老气暮气沉沉再来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地方，它后面的6角门锁这个大哥要更换，还没更换当然这个地方这橡皮都坏掉了这个左边2个车门，这个也是一样 OK。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油量浮筒大哥必须要更换。我们来看看这个标准的今天是有个橡皮 OK。它的油量浮筒，看到这油灯晃得很厉害，这个问题就是油量浮筒里面生锈了造成接触不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必须要更换要整修，拆下来整修，因为它的行进当中它油针晃动得非常厉害。那大哥现在来做一个发动现在是热车，温度在80大哥来做个热车发动这一点就着了来看车子的前面的状况目前怠速它怠速刚好是700那我们看到上面有3个表最右边是怠速马达工作电压 5.3 伏特，中间是流量感知器更换之后的校正电压，也就是流量感知器在这个地方，流量感知器校正电压。那最左边是差压阀的工作电压，所有的目前引擎的电脑这边控制目前都是正常的。那我们来看看，对，这部车子有个问题，它引擎角这边完全都沉下去了。引擎角沉下去的话，
这个方向盘就会感觉到有轻微的抖动。这引擎角应该不可能30多年没换吧？因为引擎角一般来讲差不多10年它就应该更换了。尤其是这边是有排气管，它温度高，右边的这个是很容易坏这个是必须要更换，大哥还没有换。引擎角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引擎从这个角度看，它稍微偏左偏右从我们这边看是偏左，事实上是偏右。那这个时候呢，代表它这边是比较低的它右边是比较低，左边稍微高一点，所以大哥只换那个右边的引擎角的部分。我们来看看流量感测器，回流量目前是1.9，目前是1.9，刚好符合标准。我们来做一个提速。引擎是非常顺畅。我们来放一个打火机来看看它的稳定度，因为它的缸压非常漂亮，10到12 kg cm 平方时，完全没有积碳。我们来放个打火机看看，这边不好放，还是相当稳定的，完全都没有。引擎角的换过了之后会更好。OK， 原则上这个老车要多跑，就是不要让汽油在油箱里面放太久。我们看到怠速目前700，这个引擎转速表是很准确的，而且我们看到它的那个这个 Economy 这个表，目前怠速几乎在左边已经满档了，那代表说它真空度高。真空度高的话，那它燃烧效率就很高，那个喷油嘴的雾化就会相当好。好，我们来做一个重新启动。这部车子里程数只有7万，这代表它变速箱对它道路测试的结果，变速箱很好，避震器也很好，这个都不用花钱。那唯一要改善的就是引擎角的部分引擎角改善之后，那车子就完美了。其实这部车子的内装都非常完美，非常漂亮，因为放车环境很好，所以这个是难得的车子，车主应该好好珍惜。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好，拜拜。